一场意外事件，让大学生大辉和心爱的青梅竹马黎央分开。多年后，当警察的大辉遇到了黎央，曾是天真少女的她，如今成为了连环杀人案的主嫌。这是一个关于爱与复仇的故事。15年前，黎央和他爸爸以及弟弟小优一起住在村子里，一家3口虽清贫，但生活的自在又开心。因为他爸爸在大学田径部担任宿舍管理，黎央和小优经常能和田径部的大学生们一起玩耍。在这帮充满活力的运动员中，黎央心仪着一个人，田径队的明星大辉。那天午后，大辉带队在预选赛中夺冠。当众人正在庆祝胜利的时候，黎央想在大家面前向大辉表白，大辉害羞的插话打断了。他们一回到宿舍，大辉悄悄把黎央带到一边，递给他一个护身符，这是黎央亲手做的，祈祷大辉夺冠用的。现在大辉把它送给黎央，希望他后天的大学考试能顺利。大辉脸红着，说话都结巴了。你刚才的话没说完，考完试让我来接着说吧。发现暗恋的人也喜欢自己，黎央乐开了花。特别要说的是，弟弟小优因一次事故头部受伤，导致弥漫性轴所损伤，情绪失控会造成部分失忆。尽管治疗有所控制，但目前医疗还不能彻底治愈。黎央的梦想是进全国顶尖医学系，研发新药帮小优治好病。为此他学习比谁都刻苦。那个晚上，田径队去开庆功宴了，黎爸出差了，宿舍里只留下黎央、小优和学长阿泰。黎央很懂事，留在宿舍准备考试，他却不知道灾难正悄悄逼近。阿泰的朋友渡边突然来访宿舍，黎央被渡边吸引走的期间，阿泰违规偷带了2个女生进宿舍。阿泰和姑娘们玩得很开心，而渡边心中却泛起了恶念。夜越来越深，渡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专心读书的黎央，不小心撞倒了桌上的试卷。黎央弯腰整理试卷时，渡边趁机往他碗里倒了药粉。接着，黎央毫无戒备地喝下了碗中的汤。他在昏迷前听到渡边那恶魔般的话语：药物有救命的一面，也能毁人一生。凌晨时分，黎央迷糊地醒来，发觉自己仍穿着睡衣躺在熟悉的床上。黎央突然惊恐地发现，他的手腕上有几道干了的血痕。此刻，风尘仆仆的爸爸冒着风雨赶回家，看见满脸困惑的女儿，黎爸突然说不出话来，颤声重复这几句：你还好吗？对不起，要是我早点回来就好了。这时候黎央心里乱成一锅粥，对昨晚的事一点印象也没有，心里声音在喊：忘掉他，别再想了。得知女儿失忆，黎爸立刻松了口气，对自己深夜出门的事守口如瓶，只叮嘱黎央好好备考。黎央问黎爸是否看见自己昨晚的外套，那外套口袋里有大辉给的护身符，似乎在隐瞒什么。天一亮，黎爸便送黎央去东京考大学。虽然黎央心里满是疑惑，他还是集中精力投入了考试。之前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相信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正当他洋溢着喜悦时，却没想到前一日还送他出门的黎爸因病去世。画面快速切换，黎央和小优在外婆的协助下处理了父亲的后事。曾经遮风挡雨的大树突然倒下，让这对兄妹深陷巨大的哀伤中。就在那一刻，一位突如其来的人冲进了灵堂，他是渡边的老爸。他无助地对黎央喊：你看到我儿子渡边了吗？他已经失踪好几天了。他最后一次离开是去宿舍。听到渡边这名字，黎央忍不住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幸好田径教练及时赶来，把渡边爸爸带开了。渡边失踪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村子，警局不停地播放着他的消息，整整24小时，宛如一场挣脱不了的噩梦。晚上，黎央独自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神秘包裹，里面是一件血迹斑斑的卫衣。惊慌中，黎央撞到了头，一瞬间，许多被忽略的记忆碎片突然涌现。失踪的渡边，黎爸深夜回家，洗衣机被血染成鲜红，地上的奇异污渍洗不掉。黎央脑海中涌现一个恐怖的真相，如同海底水怪般浮出水面。那个夜晚，他和黎爸或许都做了不可饶恕的事。在寂静的夜里，黎央把那件血迹斑斑的卫衣烧毁，他眼中流露出绝望的泪水，却又不自觉地冷笑着。次日一早，一名叫做加赖的律师参加了黎爸的葬礼。外婆向困惑的小优透露，她其实和黎央是亲兄妹，黎央的亲妈也是位成功的女企业家子，特意让加赖送黎央去东京读书。但黎央不想在这关头离开弟弟，决心留下来与小优同住。外婆费心劝解，亲兄妹终究不能一直在一起。小优和我，你大胆追梦去吧。黎爸过世后，以前任性的小优现在变得很成熟，他理解地对黎央说：姐，放心去东京学习吧，遇到难题我会帮你的。这一刻，黎央坚定了信念，一定要开发新药治好小优。晚上，大辉感觉黎央最近很脆弱，决定勇敢表达自己的心声，希望鼓励黎央摆脱低落。我喜欢你这句话是黎央曾梦寐以求的，但现在
他只感到悲伤，因为她不再是那个能够无忧无虑伴在大辉身边的女孩。大辉把痛哭的黎央紧紧抱进怀里，心疼地抚摸她脆弱的背。这个女孩总是以灿烂的笑容照亮别人，但谁又能疗愈她破碎的心呢？转眼间，大辉就要参加决赛了，同时也是黎央离开的一天。黎央没告诉大辉自己要搬家，他不想影响大辉比赛，也不想和他正式道别。小优不舍得送姐姐到门口，虽然他豪言壮语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但到最后还是忍不住泪眼婆娑。随着裁判的发令，运动员们飞速起跑，黎央家的搬家车也开走了。虽然黎央努力控制自己，但他还是忍不住去关注比赛的情况。加赖察觉到黎央的不安，故意改了路线，让黎央能直接看到大辉比赛的风采。临到最后，黎央冲下车，站在桥上目睹了大辉的辉煌时刻，眼泪盈眶。这个少年的形象牢牢刻在他心中。最终，黎央没能亲自和大辉道别，他很清楚自己即将踏上一条意想不到的路。画面突变，已是警察的大辉正在侦查一起谋杀案，死者正是多年寻子的杜爸。同样奇怪的是，渡边的尸体也是最近才被发现，经过鉴定确认已死去15年。警觉敏锐的警察发现，杀害渡边和杜爸可能是同一人。为揭开真相，警方审查了杜爸最近的所有接触者，发现他在事前与真田集团有过争执。此时，大辉得到了渡边的死亡资料，从遗物中找到了自己熟悉的物品，黎央手做的护身符，护身符里还夹着他给黎央的便条。紧接着，大辉和手下游一接到命令，去调查真田集团的女社长黎央。在调查过程中，游一对黎央赞不绝口，称她为100年来最有才干的女社长，崭露头角的商界新星。大辉怎么也想不到，这些词能和那个朴实的农村姑娘黎央扯上关系。不久，大辉目睹了黎央从豪车中走下，15年未见，他已变得认不出来，表现出高贵的风范。当见到大辉时，黎央的眼神犹豫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如常。他笑得很优雅，对大辉说：“您好，警官，我叫真田黎央，请多关照。”在被询问时，黎央滴水不漏，极其冷静地反复说着几个词：“不认识，不清楚，不记得。”即便大辉询问黎央有关护身符的事，黎央依然微笑着说不知道。这次的提问对案件无用，大辉只好让黎央离开。黎央出了警局，就立马联系律师加赖，得知黎央未受警方为难，加赖显然松了口气。自黎央3年前成为社长以来，加赖就变成了真田集团的忠犬，只要是帮黎央消除障碍，不论是黑是白的人物，加赖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黎央一回公司就看到集团的董事后藤气呼呼地等着他，后藤则怪黎央成了案件的嫌疑人，对公司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黎央几句话就打发了他。黎央不知道的是，他的社长办公室已经被监控，后藤贿赂了情报商和黑客来收集他的秘密，打算把他从社长职位上撤下。同时，大辉在警察的会议中得知了更多关于黎央的信息。黎央成为社长后，真田集团的主要业务从经营养老院转为开发治疗脑损伤的药物。看到这些，大辉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看来黎央一点都没变，她依旧是那个心系医学救治的善良姑娘。这天中午，加赖与黎央共进午餐，得知黎央与大辉再度相遇，加赖身上醋意很重。加赖告诫黎央，如果再接到警方的传令，一定要带他一起。目前是公司新药开发的关键时期，绝不能让这次事件影响药品的头饰。看到加赖这么关心自己，黎央不禁笑着对他说：“这么多年，真是多亏了你。”只有这个时候，黎央的脸上才会浮现出少女时的温柔与可爱。画面突然切换，回到15年前的东京。黎央随着加赖来到了东京，久别重逢的妈妈阿紫和哥哥阿正聚餐时，阿紫努力想要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但阿正却不断泼冷水。他冷淡地对黎央说：“在这个家，工作和股份才是最重要的，别再做那些母慈女孝的白日梦了。成为真田家的一员，就把你那没用的爸爸和弟弟忘掉吧。”原来黎爸为避免嫁入真田家，带着黎央逃回了乡下。缺乏父爱的阿正一直对自己的父亲怀恨在心，认为他是个丢家弃子的无能之人。一直崇拜父亲的黎央与阿正发生了争执，让聚餐气氛变得尴尬。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黎央都难以适应东京的生活。在乡下，他常和田径队的同伴们共享大锅饭，生活忙碌又热闹。不过到了东京，他一个人对着冰冷的餐桌。黎央在东京学校交不到朋友，每天就指望和小优通电话的几分钟。隔天，阿正突然传来坏消息，住在田径部宿舍的阿泰染上毒瘾，这事在小镇上激起波澜。面对警察和记者的追问，崩溃的阿泰最终吐露了实情。一直以来，失踪的渡边偷偷把药粉卖给他和其他成员，这样的丑闻严重打击了白山大学田径部，社团活动被迫停摆，许多学生的田径梦想也因此破灭。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学校的阴暗面不止这些，越来越多的女性受害者报警，称自己曾被渡边侵犯。看到这则新闻后，黎阳吓得赶紧关了电视，脑海里闪过些模糊的画面，但他不想去回想。正想问小优情况如何，手机却被阿正生生夺走。阿正觉得黎阳的成长环境有问题，禁止他再和田径部的人联系。黎阳试图多次夺回手机，却被阿正粗鲁的拒绝。黎阳只好向阿紫求助，希望他同意自己先回乡下一趟。重视公司声誉的阿紫不愿意答应，叮嘱黎阳风波过后再回家。黎阳在真田家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作为秘书和律师的加赖都看在眼里。晚上加赖邀黎阳共进晚餐，并借给他一部新手机。加赖温言对黎阳说，你妈妈和哥哥其实也是想帮你，只是不擅长表达而已，你有什么不开心的都可以跟我说，我会保护你。话刚出口，加赖意识到话说的有点过了，赶紧补充这是阿紫交代的。有了加赖的支持，黎阳感到自己在家里终于有了依靠。第二天一早，大辉偷偷找到田径部的经理林子，询问关于渡边和阿泰的事情。林子眼泪汪汪的对大辉说，白山大学的好几个女生都被渡边害惨了，不仅被他侵犯，还被他拍裸照威胁。他之所以帮阿泰和渡边隐瞒吸毒，是因为自己的裸照被渡边控制住了。听到这些，大辉不由得想起突然消失的黎阳。最后一次见面那晚，黎阳身上也有些不寻常的伤痕，自己对自己也挺纳闷的。黎阳也算是受害者。那个下午，黎阳偷偷用加赖的手机给小优打了电话，刚好小优和大辉在一起，立马成了他们的爱情助攻。听到黎阳的声音，大辉有点傻眼，支支吾吾地问了那句心里话，你还好吗？黎阳不想让意中人担心自己，总是笑称每天生活得很满足快乐，把所有的委屈和孤独都深藏心底。大辉对黎阳说，这次的经历让他萌生了一个新梦想，成为一个能扫除邪恶伸张正义的警察。他微笑着告诉黎阳，你是医生，我是警察，咱们一起加油吧，给大家带来点快乐吧。在大辉的鼓励下，黎阳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他决定不能再这么消极了，他要让那些小瞧他的人刮目相看。第二天一早，阿正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爱车方向盘被锁了。那位平时言听计从的妹妹拿着钥匙一字一顿地对他说，还我手机，钥匙就还你，从此以后别再说我爸和弟弟的坏话。面对突然坚定的黎阳，阿正立刻软了。旁边的阿紫静静地看着一切，心中对女儿满是赞赏。阿紫带黎阳去海边，对他说，我不是个完美的妈妈，但我觉得我们能成为好的合作伙伴，想不想接手妈妈的公司呢？我会支持你的梦想。听完阿紫的话后，黎阳不禁深思，借助妈妈的钱和权力开发新药，可能是个更直接的方式。7个月后，黎阳终于被允许回到乡下。那时沉浸在快乐中的他没意识到，可怕的真相正慢慢逼近。小优向黎阳透露，他在篱笆的东西中找回了早逝的手机，里头好像录了场恐怖的视频。小优一走，黎阳至心就按下了播放键，那些不愿回忆的场景如黑漩涡般袭来。那个晚上，黎阳被渡边用药迷糊了。正当渡边想对黎阳不轨时，小优突然持手机现身。渡边怕留下证据，小优被挡下来时，一片混乱中，小优不小心伤到了渡边，失血太多的渡边动弹不得，很快就在黎阳怀里昏迷了。后来因脑病，小优把这事忘了。想起一切，黎阳颤抖着删除了视频。他对外人没有戒心，导致纯真的弟弟成了杀手。那一刻，黎阳心里有了决定，他是要不惜一切保护弟弟。黎阳温柔地摸着小优的头，安慰他，别怕，姐姐一定会保护你。当时黎阳正这么想，只要兄妹俩在一起，没什么可怕的。但5年后，小优突然神秘失踪。故事又回到2021年，警察查找到了杜爸生前的宾馆，在那个房间发现了高达500万日元的现金。不止如此，监控录像显示黎阳出现在旅馆附近。当晚，下班后的黎阳去甜品店买点心，感觉到有人在跟着他。正当他想逃走时，大辉突然从暗处冲出抓住他。更奇怪的是，他们交流时自然地用上了家乡话，就像从前那对互有情愫的青梅竹马，并没有15年的隔阂。大辉温柔地对黎阳说，我想以朋友的方式跟你聊聊，我会为你保密的。与此同时，加赖从弟弟那儿听说黎阳跟大辉见面的事，急忙往黎阳家赶。看来青梅竹马和忠犬男的对决在所难免。接着黎阳带大辉去了他常去的酒馆。大辉向黎阳坦白，他一直因为杜爸的事感到愧疚。渡边丑闻曝光后，一直寻子的杜爸遭到了村民的排斥，愤怒的人们对他大声斥责，你知道你儿子干了啥吗？大辉望着杜爸走向远处的背影，不自觉地觉得他挺可怜的。这位老人真没做错啥，只是太爱自己的儿子了。大辉心里想，如果当初自己能多帮他点，
这位可怜的老人是不是就不会死呢？听到这话，黎央认真地对大辉说：“其实你给的护身符我那天就丢了，我确实私下见过杜爸，但我绝没有杀他，你信我吗？”大辉被黎央坚定的目光打动，陷入思索。回警局后，大辉和同事金田部长一起复查了公园的监控，监控显示的情况和黎央说的一模一样。那天黎央见了杜爸之后，匆匆几句后就跳上出租车离开了，连作案时间都没有。不仅如此，杜爸身高超180厘米，不可能让瘦弱的黎央轻易杀死他。大辉还查了黎央的所有个人和公司账户，并未发现有提取500万日元的记录。尽管如此，警方未放弃追查黎央。次日清晨，急忙前往出租车公司调查监控。尤一和司机都认为黎央整路上只是安静睡觉。大辉看着屏幕里低头的黎央，小声说他在哭。他心里明白，黎央肯定还藏着什么秘密。而黎央则从集团的后藤董事那里听到了坏消息，公司收到了一封威胁信，要黎央马上取消新药发布。但黎央对这封信毫不在意。自从他成为社长后，收到的威胁已经多得数不清。他不会因为小小的挫折就放弃一直追求的梦想。加赖知道黎央收到恐吓信，曾想取消发布会，但黎央坚决的态度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黎央心底其实有个秘密，他计划在新药智脑损伤上市后，想见一次小优。当初黎央发现小优是杀害渡边的真凶，他冒着风险把小优带回真田家一起居住。起初他们姐弟俩生活得很温馨安稳，但5年后的一天，小优突然悄无声息地消失了，留了张纸条说已经恢复记忆。小优消失让黎央差点崩溃，日夜不停地找弟弟，但始终没有结果。在他最失望时，加赖给了他安慰，帮他重新找回了力量。最终是母亲阿紫通过公司关系帮黎央找到小优，但小优拒绝见黎央，还说要断绝兄弟关系。听完妈妈的话后，黎央顿悟小优一直放心不下自己曾杀人的事。阿紫看到这情况，柔声对黎央说：“别担心，小优会每月给你寄安心的明信片，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阿紫走后，黎央痛哭着自言自语：“全是我的错，都是我伤害了小优。”加赖虽不清楚兄妹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仍旧温柔地安慰黎央，如往常一样，让他先把悲伤放一放，全力追逐梦想。此刻黎央对加赖有了完全的信任，他忍不住靠在他身上痛哭。从那时起，黎央每月都会收到小优寄来的多种明信片，但姐弟俩从未见过面。镜头切换，大辉和尤一暗中跟踪黎央，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位光彩照人的女社长其实过着很普通简朴的生活，每天去孤儿院给孩子们读故事，下班后独自步行到街边的小酒馆，晚上住在普通的公寓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城市女性。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公司门口截住黎央的秘书问话，但仍然没有获得有效线索。秘书迟疑了一会，最终把黎央收到的威胁信告诉了大辉。尽管面临死亡威胁，黎央不顾反对，坚持举行新药发布会。他想让全世界，也让许久未见的弟弟小优知道，自己研制的新药完全可靠和有效。终于到了发布会当天，不只是众多记者，还有后藤派来的专门抹黑黎央的记者阿菊也来到了现场。黎央一个人在休息室里编写演讲稿，却没意识到危险正在悄然接近。同时，大辉在发布会的地下停车场巡视时，注意到一辆异常的车，忽然想起那是那晚偷跟黎央的车。随后在洗手间找到一套被换掉的衣物，他心里顿时警钟大响，迅速跑向黎央的休息室。但大辉还是晚了一步，神秘人已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黎央背后。机警的黎央发现后，悄悄给加赖打了个电话。幸好那个神秘人没当场杀黎央，而是拿着利器压着他往地下停车场走。就在黎央快被塞进车里时，加赖从角落冲出来救了他，但加瑟手空如也，不敌神秘人，很快就受伤败退。关键时刻，大辉及时赶到并制服了神秘人。神秘人被逮后像困兽一样向围过来的记者吼叫：“真田黎央是杀人犯，他偷走了我的研究成果，害死了试验员。”新闻记者们听了都激动了起来，毕竟这位美女总裁的丑闻比发布会更吸引人。此时的黎央无心掌控局面，他赶紧要把家属送去医院。到医院以后，大辉向黎央透露，那个神秘人是一家破产医药公司的老板，几年前黎央高价挖走了他的研究员，他公司的表现直线下滑。从那时起，他便对黎央耿耿于怀，全都怪黎央害自己公司倒闭。听到这些，黎央忍不住气笑了。研究员全都是自愿跟来的，那位试药员是因交通事故去世的，与药物无关。那社长竟然因为小气和多疑，阻挠一款能利益社会的药物面世。黎央无奈自言自语：“请别给我添麻烦，我真希望新药能顺利面世。”这时，大辉似乎发现了一线中，要线索。他试探性地问：“难道案发那天，杜爸也以公司的声誉威胁你？”黎央没回答大辉，只是颓然说：“如果能以朋友的方式聊聊就好了。我不是社长，
每天和家人无忧无虑的相处。听了黎央的话之后，大辉沉默了。15年的分离加上2起杀人案，使这对儿时的好友很难再敞开心扉。第二天早晨，真田集团的股票急剧下滑，网上也充斥着负面新闻，黎央却丝毫不畏惧，雷厉风行地处理丑闻，公关部立刻辟谣，同时迅捷筹备新药发布会。无论遇到何种困难，无论代价多大，他决心让治疗小优的药尽快上市。同时，原本停滞不前的警方终于获得重要线索，他们调查了杜爸住的旅馆周边的所有监控，最后在一家咖啡馆发现杜爸与一神秘帽子男交易500万现金的视频。当天案发时，帽子男也在公园一带出现，此时警方还未察觉，他正秘密追踪黎央。更震撼的是，他的黑帽之下竟藏着一张与小优极像的脸。黎央在关键的新药发布会上被别的公司总裁诬陷，后藤作为竞争对手的总裁不放过这机会，处处在工作上刁难黎央。一次聚会中，阿紫透露，原来后藤是最有希望成为社长的人选，黎央的出现让他落选，这也是他处处针对黎央的原因。阿紫希望黎央能和后藤和好，共同带领真田集团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在妈妈前面，黎央总是显得拘束，低头不语，表面顺从的样子。直到妈妈走后，房间里只剩下黎央和加赖，黎央这才放松下来。加赖宠爱的把碗里的大虾分给黎央，好像他们更像一家人。后藤原本想在不损害公司声誉的前提下搞垮黎央，却没想到阿菊私下里把一份揭露真田集团内幕的样刊邮寄给了所有股东。后藤追问阿菊时才发现，他不是能随便用钱驱使的棋子，而是真心想要对付真田集团。更甚，阿菊掌握了能重创真田集团的证据。后藤不明白阿菊的真实意图，只能让帽子男偷偷搜集他的资料。帽子男查出，阿菊曾是名校生，因故中断了1年学业，现在还没搞清楚他与真田集团是否有过节。同时，大辉和游一在问加赖和黎央有关帽子男的事，但俩人都说没见过这人。紧接着，大辉突然正色问加赖，案发那晚你在干嘛？加赖虽然突然被怀疑，但没生气，他平静地告诉大辉自己的行程。游一问到加赖跟黎央的关系，加赖就开始紧张起来，支支吾吾地说两人只是相处了15年的家人。看到加赖的反应后，大辉显然脸色沉了下来。谈话结束，加赖冷淡地对大辉说，以后办公务直接找我，别去烦我们社长。面对加赖的要求，大辉一言不发。第二天早上，加赖向黎央传达了一个坏消息，不良媒体把黎央当嫌疑犯炒作不断，把他研发的新药描述成致命毒药，混淆视听。正当黎央急忙前往公司应对危机时，更坏的消息突然传来，当前的试药志愿者受网络谣言影响，坚决退出新药测试。作为投资者的黎央不能直接和试药人接触，只能频繁请研究所医生帮助沟通真相，新药上市因此受阻。研究所的人也暗地里对黎央议论纷纷，连哥哥阿正也不停在妈妈面前诋毁他。接连的变故让黎央感觉特别累，却找不到人倾诉心事。同时，大辉和游一在网上发现了黑黎央的文章。游一感叹地说，大家都不关心真相，他们只是喜欢看见有钱有颜的大小姐落魄而已。听了这番话，大辉开始深思，黎央的生活真的幸福吗？晚上在居酒屋，黎央偶然看到白山大学田径队进决赛的新闻，他脑海中涌现出与大辉美好的往事，情不自禁给他打了电话。大辉故意分开了游一，一个人去参加约会。黎央迫不及待地分享这个好消息给大辉，两人难得的一起放松，共享晚餐。只在大辉面前，黎央才放下防备，回到那个脆弱的乡下姑娘状态。他情不自禁向大辉抱怨，我可能马上就得下台了，如果那样小优的药就难以上市，我这15年辛苦到底为了啥？不懂商业的大辉没办法安慰他，只好默默保持沉默。离开居酒屋后，体贴的大辉送黎央回家。就在那一刻，黎央心头突然涌起一股冲动，真想依靠这个人，好想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但最终黎央还是忍住了，他再次严肃地对大辉说，我真的没杀毒吧？大辉认真地回答，我会证明这一点。听到这，黎央忍不住哭泣，扑进大辉怀里，心里默默发誓，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向别人示弱，一定要把新药研发成功，不让大辉对我的信任白费。转眼间又到了真田集团的董事会，尽管黎央声明自己和那起杀人案无关，阿正哥哥和后藤还是抓着他损害公司声誉不放，要他辞职并道歉。后藤洋洋得意地说，自从你3年前上任研发药物起，公司的财报年年亏损，实验的志愿者们都退出了，我们的大客户也因为你的丑闻撤资了，你想把真田集团也拖下水吗？在阿正和后藤的互相配合下，会议室里一片哗然。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连曾是社长的母亲阿紫也难为黎央辩解了。
正当黎阳觉得事情要完的时候，一个董事突然接了研究院的电话，那些志愿者决定重新加入实验了。这段时间，黎阳每日亲赴研究院递交资料，恳请医生将材料交给试药人。心诚则灵，试药人中被黎阳诚意感动，把握机会，黎阳向董事们郑重承诺，研发新药虽出于个人原因，但必将惠及千万人，也将为真田集团带来巨大益处。我誓言1年内为我们集团贡献力量。这时，加赖给了我关键的助攻，向董事们阐述了新药上市后真田集团能拿到多少名利。最终阿紫敲定了结果，宣布1年后再讨论黎阳的去留。后藤和阿正的计划破产，俩人只得默默吞下失败的苦果。黎阳顺利闯过了这道难关，却不知即将面临新的风暴。就在黎阳开会讨论公司大事时，大辉和由一不分昼夜的搜索，最后在一间便宜的公寓发现了帽子男。紧接着，大辉与帽子男在窄巷展开追逐。就在大辉快要抓到他时，却被电车旁的栏杆阻挡。大辉用尽全力向帽子男大喊：“你根本跑不掉，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莫名其妙的，帽子男看着大辉似乎有话要说，但电车一过，他就消失在了大辉的视野中。大辉很快找到了帽子男在公寓的登记信息，正准备发出通缉令，这时一通匿名电话打进来。电话那头一个陌生男生说：“阿大，去那公寓803室打开电脑里的文件。”真相就在那里。称呼大辉为阿大的只有2人，黎阳和失踪10年的小优。大辉毫不迟疑冲进房间，颤抖地打开了那段加密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当天的杜爸与黎阳。黎阳争执过后很快离开现场，而杜爸则与摄像者发生了争吵，紧接着一双手朝杜爸伸去，结束了这位寻子15年老人的生命。大辉一瞥那双手上的伤疤，跟小优简直一样。与此同时，黎阳的电脑也播放了同样的视频。视频结束后，黎阳收到了一封邮件：16点19分，在车站大楼屋顶等你姐姐。黎阳赶到约定地点，见到一个缓步走来的戴帽子的男子。虽然已经10年未见，但他依旧立刻认出这少年就是他深爱的弟弟小优。黎阳急忙向小优关切地问候，好像忘掉了刚的视频。小优一脸心碎地说：“对不起姐姐，杀人的是我。”黎阳不肯接受事实，被直接揭穿，只能错愕地站在那儿。小优居然是杜爸案的凶手。场景一变，加赖巧妙地用障眼法分散了警察的注意，让小优与黎阳在酒店房间里独处。黎阳注视着弟弟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眼眶泛红，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小优羞愧地垂头，缓缓透露了离开黎阳的真正原因。起初他很开心能和姐姐在一起，但时间一长，小优感到自己和真田家很不合适，在家里感觉自己像透明人，在学校也难以融入大家。他开始怀念白山大学宿舍的生活，那里有开朗的爸爸，还有温柔的姐姐，有群热心又靠谱的大学哥哥们。为寻回往日记忆，小优不知怎地用电脑恢复了旧手机数据，他重建了以前的旧照片，还发现了那段恐怖视频。虽然忘记了那晚的事，但小优明白是自己害了渡边，为不拖累挚爱的姐姐，小优决心离开黎阳，始终如一。小优一直住在阿紫安排的宿舍里，通过自学成为了黑客高手。3年前得知黎阳成了真田集团社长，他决定要帮姐姐一把，化身情报商接近黎阳的竞争对手后藤，用假信息阻碍后藤搜集关于姐姐的负面消息。回忆过后，小优含泪对黎阳说：“对不起姐姐，我知道你开发药物全是为了救我，但我已经受不了到处逃亡的生活，我打算去自首。”听到这话，黎阳立刻泪如雨下，他失控地对弟弟大喊：“你记得那段事吗？如果不记得，就说明没杀人，我不允许你自首。”但这时候姐弟俩心知肚明，无论他们如何自欺欺人，事实终究是掩盖不了的。另外，警方已经发布了对小优的通缉令。这时候大辉心里乱成一团，他真不想把这个嫌疑人和记忆中总是笑着的小男孩联系起来。接着又有嫌疑人进入警方视野，他是杜爸去世前有过接触的人，曾因吸毒被捕的阿泰。这天下午，大辉去了阿泰县经营的店里进行询问。案发那天阿泰有不在场的证据，只把杜爸找他的事跟大辉说了。大辉原本想问更多关于小优的情况，但看到阿泰的妻子和孩子，不忍心打扰这个家庭的宁静，于是匆忙告别离开。临走时，阿泰还向大辉透露了个关键线索：15年前渡边失踪那夜，他曾在梦中听到黎爸的尖叫，这让大辉不禁深陷沉思。那个台风吵闹的夜晚，黎阳家到底出了什么事？第二天一早，黎阳把加赖叫到家里，给他看了小优杀害杜爸的视频。没想到加赖异常冷静，好像早料到会这样。黎阳眼含泪水对加赖说：“只要1天时间，我和小优想回老家一趟，求你帮帮我们。”
黎阳本来以为会被加赖拒绝，没想到加赖淡定地说会支持黎阳的任何选择。接着在警察的看守下，黎阳和加赖坐上了去公司的保姆车。当车子经过一个路口时，黎阳趁着警方看不见的时刻跑下车，跑进了地下通道。他买了票，坐上了回老家的巴士。小优也坐上了车，紧挨着黎阳。但大辉早已察觉到了黎阳的动向，他和尤一悄悄跟踪着兄妹俩乘坐的巴士。确认小优的面孔后，大辉内心极度煎熬。他向警局的同事们透露了自己的判断，嫌疑人正是黎阳的弟弟。这是大辉首次感受到坚持正义竟是如此苦楚，但他此刻只得把痛苦深埋心底，担起警察应尽的职责。和黎阳分头行动的加赖赶到公司，发现后藤与写黎阳负面新闻的阿菊有私下联系，气愤地追问后藤为何要诋毁黎阳。后藤却未回答加赖，反而开始讲述自己如何遇见杜爸的故事。案发前4天，杜爸挡住后藤的保姆车，请他联系黎阳。在杜爸手中，后藤找到了很多跟老案子相关的证据。把这些文件交到加赖手里之后，加赖吃惊地看到，这些证据全部指向黎阳一家，一旦曝光，真田集团会受到致命影响。黎阳和小优一回到故乡，就去拜访已故的黎爸。在熟悉的地方，过往的回忆如潮水般淹没了他们兄妹俩。黎阳把一叠钱塞给小优，严肃地说：快跑，跑多远有多远，将来有一天回来找我。小优深知姐姐对自己的爱，但她不打算再逃避，她只希望在自首前再翻看一次父亲的日记，带着对姐姐和父亲的美好记忆去赎罪。同时，大辉和尤一也到了白山大学，找到了当初黎爸做宿管时留下的记录。他们惊讶地发现，黎爸在渡边失踪后第2天就向学校申请换车。尤一和大辉马上明白了，黎爸换车可能是为了转移渡边，但鉴于黎爸的身体状况，搬运一个成年男性极为艰难，很可能他还有同伙。而一直在挖掘黎阳公司黑料的阿菊，发现真田集团下属一个空壳公司，里面啥也没有，只有一台怪异的电话。阿菊偷偷进公司准备查实，一个神秘男突然袭击了他。阿菊醒来时，发现自己在车厢里被绑架他的居然是以前和他一起斗过黎阳的后藤。那个下午，黎阳和小优走进封闭多年的田径部宿舍，找到了黎爸生前常用的写电子日记的电脑。他们吃惊地发现，就在黎爸脑溢血去世前1天，竟录下了一段视频。小优刚按下播放，正盯着他们动态的大辉和尤一也到了宿舍。尤一欲立即逮捕小优，但被大辉阻止。以洞悉真相的大辉希望小优和黎阳听完黎爸的遗言。电脑屏幕上，黎爸缓缓地说：我杀了意图伤害我女儿的渡边，这事跟我女儿儿子以及其他人完全无关。虽然面前没人，黎爸依然不停重申，我的孩子们是清白的，全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这位可怜的父亲无法挽救这些悲剧，只好把所有错误全归咎于自己。视频播放完毕后，小优和黎阳已经泪流满面。大辉慢慢走到那对伤心的姐弟面前，认真地对小优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和你姐姐，但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没能帮上忙。我向你保证，我这次一定会帮你。接着小优被尤一逮捕了，黎阳怎么恳求也没用，只能无奈地看着刚找回的弟弟又被带走。把小优送上警车后，尤一悄悄打了局长的电话，把大辉刚对黎阳兄妹说的告诉了他。黎阳特别害怕这次和小优分开就再也见不到，但因为大辉在控制，他连接近弟弟都不行。陷入绝境的黎阳只好悄悄向他最信任的加赖求助。此刻的加赖站在那发现杜爸爸的湖边，眼睛紧盯着那平静的湖面。小优被捕之后，黎阳请求加赖成为小优的辩护律师。加赖询问后发现，小优对案发那天的情况完全没有记忆，他坚称自己是凶手，不由得觉得还有其他内情。为了黎阳和这个纯真的少年，加赖决心要查清楚真相。离开警局后，加赖去看望了整夜都很焦虑的黎阳。加赖不停向黎阳承诺一定会救出小优，这让几乎崩溃的黎阳稍微平静了些。在加赖温柔的目光下，黎阳渐渐睡着了。加赖立刻开始动用自己的关系网调查。同时，阿菊被捆绑着躺在后藤的车后厢，本以为会被杀掉的阿菊，没想到后藤什么也没做就释放了他。阿菊虽然死里逃生，但并未吸取任何教训。稍稍平静后，他又找到了后藤，讽刺地说，如果后藤真敢对他采取暴力，他这个弱小的人就会被媒体关注。后藤根本没兴趣听阿菊说故事，给了他一大笔封口费。阿菊感到自己遭到了羞辱，愤怒地指责后藤是让小优送钱的幕后黑手，还发誓要揭露真田集团的黑幕。后藤显然不把阿菊放在眼内，意味深长地说，听说你15年前休了1年学。言下之意，阿菊意识到后藤查过自己的过往，于是急忙把钱扔在他脸上逃开了。第2天一大早，警察开始审问小优。尽管加赖之前告诫小优，
在事情没弄清之前要保持沉默，但自认为是凶手的小优未能抵抗住警方的逼问，最终承认了罪行，并提交了案发时的视频。小优的认罪在警局引起了巨大震动，警方随即把他关入监狱，准备起诉他。这时，局长金田找到了大辉，嘱咐他不准再和黎央扯上关系，否则他的警察声誉会受损。即使局长已经警告过，大辉还是决定尽力帮助黎央和小优。下午，加赖联系了民间案件分析师，查看小优留下的视频。经过电脑优化，加赖看到了更清楚的视频。那晚，黎央快速摆脱杜爸纠缠逃走了，绝望的杜爸追着他的背影不停呼喊：“我会再来找你的，直到你告诉我渡边的消息。”小优不想杜爸继续纠缠黎央，便告诉杜爸自己是凶手。没想到杜爸愤怒地扑向小优，小优为了自保，只得反击，把杜爸推到了公园东边的池塘。得知这个重要消息后，加赖立刻申请与小优见面。小优对加赖说，警察在公园西头的大池塘发现了杜爸。加赖马上意识到，这正是小优洗脱嫌疑的关键。同时，黎央担心弟弟饱受煎熬，独自站在警局门口。这时大辉不顾金田的劝阻，悄悄找黎央说，你弟弟没那么容易垮，你得相信他能挺过去。得了大辉的安慰，黎央感觉心里安稳多了。然后大辉把黎央交给了结束会面的加赖，眼看着加赖给伤心的黎央穿上外套，大辉明白自己不能像加赖那样陪着黎央，只好全力揭露事情的真相，来证明小优没问题。第二天早上，警方根据视频分析确定杜爸是在东边池塘落水的，但东池塘和西池塘其实不通，这让本来觉得快破案的警方又迷茫了。下午加赖找到大辉请求帮忙，他对大辉说，小优的精神病至今未愈，他记不得案发当天的事。大辉心里明白，此时替小优辩护会影响自己在警局的形象，但他还是果断地把诊断书给了金田。金田虽然很气，但是出于公正执法，还是按规矩给小优做了病理鉴定。就在这时候，警方获悉有人称在案发当日见过凶手，大辉和尤一马上联系了这位关键证人，询问了那晚的具体情况。证人对大辉和尤一说，他看到的凶手很瘦高，好像刚从东边的池塘爬出，摇摇晃晃地往池塘西边走去，一边喊着名字一边走。渡边。大辉和尤一立刻就明白了，证人将死者和凶手搞错了，但他的证词证实了一个关键信息，杜爸被小优推到东边的池塘后还活着爬了出来。尤一和大辉把这个消息报告给警方，使得原本就扑朔迷离的案件更加令人费解。另一方面，有着真田集团看门狗之名的顶尖律师家属已经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强大实力，试图解救小优出警局。他先抓到一个警察的把柄，从对方那儿得知了不少警方的内情，还厚着脸皮跟检察官搞好关系，请求检察官向金牛施压。加赖认为是杜爸先动手的，小优的反击只能算防卫过当，但加赖的目的不是减轻刑责，而是让检察官直接决定不起诉放人。随后加赖转头对黎央说，我已经尽力了，接下来只能期待了。此刻的黎央束手无策，他只能全心信任眼前这个男人。终于到了小优判决的日子，黎央在车里急切地望向警局，多希望能长翅膀飞到小优身边。当黎央看到加赖和小优一起走出警局，他明白加赖帮他们赢了，急忙跑过去警报小优。这会儿加赖笑着相视黎央和小优，好像他们真是一家人似的。加赖对黎央说，这次大辉也在背后帮了大忙，但他太关心小优，已经让警局的人都有意见了。黎央听后陷入深思。案件结束后，黎央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带着小优和加赖去了心爱的居酒屋吃饭，像个快乐的孩子。晚上大辉突然接到黎央的电话，黎央冷静地在手机那头告诉他，谢谢你帮我和小优，但我不想再给你增添麻烦，以后我们最好别见了，只想最后再见你一面。听完这话，大辉开始到处寻找黎央的踪影，终于看到了远处的黎央。大辉对着黎央喊，别自作主张，别就这样决定不见了。说完，大辉立刻往黎央跑去。黎央不愿拖累大辉，只得逃走，却被紧追不舍的大辉截住。他紧紧地把黎央抱进怀里，死死地抱着不放手。但到最后，大辉还是没能告诉黎央那心底的喜欢。看来在事情完全明朗之前，他无法向黎央做出更多承诺。次日晚上，大辉和负责侦查渡边案的警察藤井共进晚餐，向他了解侦查进展。藤井曾是白山大学田径队的一员，他向大辉透露，除了之前提到的学长阿泰之外，另一个与渡边案有关的人松村现在也在东京。他之前是从另一所大学来参加联训的，当年也被渡边害惨了。大辉不知怎地突然觉得，这个松村或许能解开渡边父子案的谜。与此同时，后藤也通过其他线人拿到了松村的信息。松村局就是那个针对黎央和真田集团的记者阿菊。同时，
阿菊出现在了黎央家门口，递给刚到家的黎央兄妹名片。他平静地对黎央说：“我很想见你，我已经等了一整天。”现在只看到阿菊被昏暗的灯光吞噬，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忧郁。就在黎央想躲回家的时候，他听到阿菊失落的声音：“你忘了我了吗？”回家后，黎央又问小优是否愿意试新药。小优总觉得自己和渡边的事有关，认为自己不该重获健康。第二天早上，加赖陪着黎央和小优去商场购物，趁黎央出去买咖啡的空当，小优请加赖帮忙找份兼职。他不想总依赖姐姐养他。加赖之前从黎央那儿知道了小优拒绝接受治疗的事，于是认真的劝说小优，无论过去怎样，都已成过去，重要的是未来想怎么生活。听完加赖的劝诫，小优沉思了好一会儿。与此同时，大辉和尤一开始调查阿菊。阿菊向他们透露，案发那晚他在一家酒吧里独自喝酒，但当大辉和尤一赶到酒吧时，发现那晚酒吧被租下举办生日派对，阿菊不可能在那儿喝酒。大辉马上返回警局，向金田报告了调查情况。就在这时，警局的负责人严肃地叫走了大辉。他的审判结果已经确定，原本是搜查一课的大辉刑警，调查中偏袒了嫌疑人小优，结果被调到分局的生活安全科。晚上，小优告诉黎央，他决定开始接受治疗。变成普通人之后，他想成为像加赖那样的优秀律师。听到小优终于决定改变，黎央高兴得不得了。他抱着黎爸照片小声说：“爸爸要是知道，肯定也很开心。”看着这对姐弟终于苦尽甘来，他们终于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场景一换，黎央在实验室向医生们宣布，小优同意接受治疗的好消息。医生们都知道他努力了多少，也都为他感到开心。然后小优开始了一系列身体检查，评估接受实验治疗的可能性。那天下午，尤一主动邀大辉出来喝酒，他坦白自己向局里报告了大辉的违规行为。尤一只是希望大辉遵守警察纪律，他没想到领导会直接把他降职并调离。大辉没有责怪尤一，在决定帮助小优时，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所有后果了。然后尤一告诉大辉，警察调查显示，阿菊最近总在真田集团旗下的养老院周围徘徊，好像在查些重要的秘密。离开尤一后，大辉去找了当年田径部的女经理林子，向她询问过去的事情。大辉明白，林子很不愿意回忆大学的黑暗时光，只得再三请求林子帮忙。我们需要查清楚所有真相，才能给这些悲剧画上句号。与此同时，后藤得知了阿菊在敬老院打探消息，于是急忙赶去制止他，但他还是迟了一步。阿菊已经靠自己查明了一切。原来后藤利用真田集团的名义，成立了许多形同虚设的慈善公司，目的是为了诈骗那些有钱但无私的老人的遗产。后藤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实在小看了眼前这位女士。如果她篡改遗产的行为曝光，对真田集团的冲击会是灾难性的。于是他主动联系了阿菊所在的报社老板，试图用一大笔钱封住阿菊的报道，即使老板索要双倍封口费，后藤也立刻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话音刚落，后藤就看见社长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原来社长压根没打算收后藤的贿赂，只是想录下他心虚的证据。社长一走，平时沉着的后藤气得流鼻血。下午，小优碰到正在休年假的大辉，听说大辉因帮自己而被降职，他感到非常自责。对此，大辉全然不愿，只是叹息着休假结束后要去分局，不能再见黎央了。听到这事儿，小优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他得让大辉和姐姐重归于好。晚上，小优把大辉的情况跟黎央说了，黎央也想联系大辉，但还缺那份勇气。第二天晚上，小优谎称自己独自一人，诱大辉来到了黎央家。大辉看到楼下等他的黎央，第一反应就是转身就跑。他明白姐弟俩的生活终将平静，他不应再与他们有所牵扯。见大辉逃跑，小优忍不住大喊，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不是你之前说的吗？听到这话，大辉停住了步子。场景一变，小优把大辉拉进了黎央家里。在这么小的地方，大辉和黎央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因为黎央的事，大辉被调了职，但大辉笑着说，他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只要黎央和小优幸福，他愿意做任何牺牲。两人正默默无语时，小优跑来缓和了气氛，让黎央和大辉一起帮忙做饭。三人齐心合力，做出当年黎爸拿手的牛肉饭，和老朋友一起开怀大吃，让黎央和大辉不由得回想无忧的旧时光。后来小优去了洗手间，大辉不慎把汤碗打翻在地毯上，他和黎央急忙蹲下擦拭，对视一笑，两人不禁露出了会心的笑容。15年后的重聚，他们的心第一次贴得那么近。晚饭后，黎央把大辉送到了公寓门口，但刚到楼下，就看到了阿菊正缠着附近居酒屋的老板，打听有关黎央的事情。阿菊见到黎央和大辉一块儿，面露温柔的表情。阿菊离开后，
大辉提到阿菊曾参加白山大学的合宿，告诉黎央渡边曾经欺负自己。在大辉的提示下，黎央才想起了有关阿菊的事。第二天早晨，黎央特地去找阿菊，和她谈起15年前的往事。那时参加夏令营的阿菊是个很开朗活泼的女孩，她曾和黎央偶然相识，还送黎央一个红色发圈。圆满落幕的合宿派对当天，黎央发现了被渡边搀扶的虚弱阿菊。黎央正要问情况，渡边却说阿菊贫血晕倒，还借口厨房缺人把黎央支开。在药物影响下，力不从心的阿菊努力想握住黎央的手，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开。这一幕过后，阿菊冷笑着说道：从那天起，我的人生直线下滑，你却变成了全国著名的美女 CEO， 真是太不公平了。阿菊对黎央说，如果渡边15年前不消失，他肯定难以生存下去。可是，一旦他稍微好转，准备向前看，杜爸又开始折磨他。阿菊发现杜爸一点也不后悔，时至今日，他还认为自己的儿子完全没错。听完这些，黎央从阿菊的眼神里立刻看出了一切，眼前这个女人可能和杜爸的案件有直接联系。与阿菊告别后，黎央心情很久都无法平息。他想，如果自己之前态度更坚定些，是不是可以阻止阿菊受到伤害呢？此刻的黎央没想到，在这个暗潮汹涌的夜里，悲剧又一次上演了。第二天一早，在一个停车场旁找到了阿菊，全身多处受到重击，急送医院后很快去世了。此时的黎央和小优还在愉快吃早餐，不知道悲剧正悄然逼近。警方迅速把黎央和后藤列为主要嫌疑人，但后藤仿佛人间蒸发。那天早上，加赖向黎央透露了阿菊计划揭露后藤挪用慈善资金的行为。黎央直到此刻才意识到这一事实，原来后藤一直在社长背后玩弄公司资金。焦急万分的黎央只好向母亲阿紫求助，查找后藤的行踪，但阿紫拒绝透露任何消息，还特意告诫黎央绝不能报警，得保住真田集团的名声。另一边，曾经奔赴在命案现场的原搜查一科王牌刑警大辉，如今只能在路边规劝翘课的不良高中生。对现状，大辉并不后悔，反倒觉得有些欣慰。他现在能和黎央多花些时间。晚上，大辉拿着从乡下母亲那儿寄来的浊酒，拜访了黎央的家。他们一边喝着甘甜的浊酒，一边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那一刻，两人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青梅竹马时光。喝完酒之后，黎央照例送大辉到车站。酒意上头的大辉趁着轻轨的隆隆声，对黎央吐露了心底的秘密：我只想和你一起规划未来。黎央明白，这是不擅长甜言蜜语的大辉最浪漫的表白。但小优的治疗药物尚未上市前，他无法考虑自己的幸福问题。幸好大辉没急着要黎央回答，而是牵起他的手，承诺愿意等他。第二天早晨，联系不上后藤的黎央撬开了他的办公室门，屋内一团糟，像被贼闯过。黎央担心后藤出事，赶紧打电话给阿紫想报警。阿紫这时正在和加赖谈话，听说情况严重，阿紫把所有情况告诉了加赖。真田集团下有座秘密别墅，后藤很可能躲在那儿。黎央从加赖那里得知此事，意识到自己和加赖的关系与阿紫和后藤相似，二人都是相互支撑的伴侣，就像公司里的光和影。加赖和黎央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经全黑。他们在这幢废弃的空别墅里，果然找到了后藤，像一台被摧毁的笔记本一样。紧接着，加赖和后藤开始了追逐。加赖怎么劝，后藤就是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回公司。后藤坦白给加赖，挪用资金确实是他干的，但他没私藏过任何钱，都用来帮助公司周转了。现在事情曝光了，后藤觉得没脸再见阿紫了。我一直向加赖重申这句话，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没有公司我就什么都没有。后来后藤在加赖面前消失了，同时在别墅里调查的黎央找到了一个密室，密室中有后藤挪用资金的证据，还藏着满地都是的大量现金，竟然多达10亿日元。在这么长时间以来，悄无声息地挪用了巨额资金。黎央不得不佩服后藤的高明手段。黎央觉得这个丑闻是公司大家的责任，应当马上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说明。但加赖却出人意料地给他泼了冷水。这个丑闻牵涉的人太多了，肯定会影响新药的推出进度。新药一直是黎央的弱点，黎央不想真相被掩盖，但他同样不想看到小优的康复机会悄然溜走，心里百感交集。黎央忍不住流下委屈的泪水，他搞不懂为何厄运总是降到自己头上，他只希望家人能过得幸福，这有什么错吗？加赖温柔地安慰他，你只管做好你的部分，其余的交给我。黎央被加赖的话深深打动，每逢黎央最迷茫难受的时候，加赖总是出手帮他解决问题。想着这些，黎央忍不住问加赖为何对他如此好。加赖笑着说，他一直是黎央为最亲的家人，经历过苦难的加赖深知失去父母的痛，
因此从15年前就开始一直支持黎央。他目睹了黎央从一个懵懂的乡村女孩，成长为一个能影响世界的优秀女社长，感到很欣慰和骄傲。他认真地对黎央说：“你走过的路真的很艰难，一旦新药推出，就能改变许多不幸者的生活。我希望世界能变得更美好，所以我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你，相信自己。你现在做的真的很棒。”在加赖的鼓励下，原本迷茫的黎央又露出坚定的神情。在加赖和黎央调查后藤期间，尤一把阿菊案的资讯传给了在分局的大辉。尤一向大辉透露，不清楚为何局长金田对真田集团特别执着，之前还多次让尤一通过大辉去获取信息。大辉担心黎央再被牵扯进麻烦，悄悄从熟人法医那里取得了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阿菊身上无搏斗及药物痕迹，可能是自己选择结束，也可能是意外事故。大辉坚信阿菊一直在彻查后藤，不可能会突然退出人生。这时经验老道的法医深意的一笑后说，人的心思很复杂，即使是警察也难以完全看透一个人，就像你的前上司金田，为了升职也牺牲了许多人。大辉回想起尤一之前的话，金田挖掘真田集团内部消息时，神色愈发重苦。就在这时，黎央急匆匆地从别墅回到家，却见弟弟小优萎靡不振。经过一番问询，黎央才知道，原来小优早晨醒来发觉丢失了昨晚的记忆，但就是回想不起来原因。这一幕让黎央更加明白，他得加快新药研发的脚步，好让小优重视健康。到了午后，大辉去小优工作的西餐厅吃饭，看着小优边打工边复习考大学的忙碌样子，大辉忍不住露出一副慈父般的欣慰神情。正在这时，大辉看到黎央给小优的红钢笔上有健康之家的字样，似有所思，立马冲回警局翻出了杜爸案件的文件。果不其然，这支红笔从案发现场的池塘里打捞的证物和现场的完全一样。加赖正、阿紫以及黎央的哥哥阿正在一起讨论阿菊案的相关事宜。阿紫不理解为什么阿菊总是不放过黎央，在他看来，黎爸和小优未被起诉即表示他们无辜，15年前的旧案已无新闻价值。母亲的话使得阿正感到很迷惑，他始终无法接受黎爸可能是帮凶，明明有错怎能说无罪。阿紫还说，如果那时他在现场，可能也会做跟黎爸一样的事。加赖一直在旁边默默听着他们母子的对话，似乎在深思什么重要的事情。第二天下午，黎央把小优送到了医院，开始了12周的临床试验。离开病房后，黎央遇到了正在等他的阿紫。阿紫告诉黎央，他已经找人找到了后藤，让他以劳累过度为由，在公司的别墅里休养。阿紫不想公开挪用资金的事，因为他不想让一心为公司着想的后藤被大家唾弃，遭人唾骂。就在这时，大辉打电话来问黎央红色钢笔的事，得知公司纪念品和杜爸案牵连，黎央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在阿紫介绍后达到了极点。这支钢笔是真田集团特制的纪念版，全球仅5支，黎央、阿紫、阿正、后藤以及家属各持有1支。直到此时，黎央才恍然大悟，真正的元凶一直就藏在他身边，意识到凶手可能就在周围。这时加赖刚好来了，黎央问他钢笔带了没，确认加赖的钢笔没丢。黎央又疑惑地看向母亲阿紫，阿紫笑着说他的笔早就不见了。接着他巧妙地转移了话题，黎央只好把余下的疑问咽了回去。那个晚上，阿紫带黎央他们去了一个重要的商务活动。正当黎央的哥哥阿正在台上讲话时，阿菊的报社社长闯入会场，把一份排版完的样刊扔在黎央面前。阿菊似乎已预料到会有麻烦，他提前把查到的内幕发给了最信任的社长。社长坚信黎央和其他人设计阿菊的事故，誓言不计代价令真田集团承受重创。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没有给黎央机会解释。幸好那时大家都聚焦于阿正的精彩演说，没人关注这一幕小小的冲突。第二天一早，真田集团私吞善款的新闻惊动了社会，网络上顿时炸开了锅。针对真田集团与黎央的谩骂四起，为了讨论接下来的策略，真田集团5大重要人物难得的聚在一起。阿正一看到后藤就大发雷霆，要不是他私自挪用了善款，真田集团原本不应该这么被动。后藤意料之外，他竭力掩藏的事最终如同过载的弹簧，弹出了严重的问题。连日的劳累和自责一下子击垮了后藤，他紧张到昏厥过去。加赖带后藤去了休息室，黎央他们接着谈对策。尤一从大辉那接到了消息，把钢笔的情况报告给金田局长。金田想起了阿菊生前采访的人，发现和杜爸案的嫌疑人也就是黎央家高度吻合，决定找新的突破口，让尤一调查黎央家那晚的不在场证明。那晚阿正出差，没有作案时间，阿紫一个人在家，无人证实。阿紫的钢笔不在身边，他马上成了警方的头号嫌疑人。尤一离开后，黎央忍不住问母亲有没有私下见过阿菊。阿紫避而不答。
只是露出一丝神秘的笑。这种异常让黎央更加不安，但他不想把坏情绪带回家，依然强笑着面对小优。第二天早上，黎央惊讶地发现，前天还送他三明治的妈妈像消失了一样，找不到人。另一方面，王牌律师加赖已经开始向阿菊曾工作的报社施加压力，他已经跟主要赞助商搞好关系了。如果报纸再发不利于真田集团的新闻，赞助商将撤资。在这种压力下，社长只好停止报道真田集团。那天下午，大辉已经习惯了安全科的工作，像平常那样在街上处理些小事。偶然间看到阿紫和一个熟悉的男人，那男人好像是来自白山大学田径部的警察藤井。第二天早上，黎央被加赖的电话从梦中吵醒。一个别有用心的电视台制作了关于真田集团的特辑，以正在研发新药的美女社长黎央为封面，恶意揣测黎央才是害阿菊的真凶，因此大家联手抵制他的新药研发。这节目一播出，原本就低迷的真田集团股票瞬间暴跌。更严重的是，大批记者围堵在黎央的家和公司，怕错过头条新闻的机会。加赖希望黎央暂时住别处避一避，但黎央不想逃避。如果记者找不到他，可能会去骚扰他最亲密的小优。小优是黎央的压箱底，不管怎样，他都得守护这个重逢的弟弟。黎央晚上回到家，发现门口有记者蹲守，幸亏大辉赶到，帮黎央摆脱困境，阻止了尴尬照片的曝光。原来机灵的小优察觉到姐姐总是勉强微笑，便请大辉带着亲做的美食来探望。黎央一见到大辉的脸，心里仿佛增添了几分力量，那些他不愿对别人说的心声，在大辉这里却能轻松吐露。黎央向大辉透露，他始终不太了解他的母亲阿紫，阿紫总是充满神秘，让他摸不透。大辉只是静静地听着黎央的倾诉，并未做任何评论。离开黎央家后，大辉又回想起那天看到的情景，藤井和阿紫怎么会扯上关系？同时，失踪的阿紫偷偷找到了加赖，似乎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他。第二天一大早，黎央终于联系上了阿紫，急忙问他昨天都去了哪。电话那端的阿紫异常冷淡，对黎央的问题置之不理，自顾自告诉黎央自己的想法。阿紫叮嘱黎央，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新药的研发，并与后藤共同撑住真田集团。这通电话快结束时，阿紫忧伤地说，对不起黎央，我还是不懂怎么当个好妈妈。黎央还未理解母亲电话的含义，后藤突然冲进来打开了电视，阿紫突然出现在电视直播中，他独自开了个紧急记者会，把挪用善款的罪责都认了下来，并宣称要去警局投案。不止这些，阿紫还力图为黎央洗脱罪责，恳求大家别太责怪黎央，要相信他正在研制的新药。记者会结束时，阿紫认真地对加赖汉鞠躬致谢，请帮我好好照顾我的孩子们。然后阿紫坚定地走向了前往警局的保姆车。看着电视里母亲坦然面对死亡的表情，黎央眼里充满了泪水。旁边的后藤比黎央更是激动，不停地在心里问自己，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敬爱的阿紫社长为此入狱吗？他毫不犹豫地冲出了办公室。黎央想起阿紫的叮嘱，急忙阻止了后藤。事情已经如此，后藤自首只会牵连更多人，对局势毫无益处。黎央急切地对后藤喊着，妈妈希望我们共同打理真田集团，我们得保护她所珍视的。此刻的后藤已自责地失去理智，听不进黎央的任何劝告了。争吵中，后藤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来，黎央赶紧叫救护车把后藤送医，给加赖打了个电话报告这情况。正当此时，警察又一次出现在黎央面前，让他去警局说明情况。周围的亲信接连遭遇不幸，这时的黎央只能独自面对即将来临的挑战。同时，警方已确认真田集团5人中，只有阿紫梅不在场证明，他在阿菊案和杜坝案发生时在场。金田觉得年纪大的阿紫不可能单独作案，决定逼问阿紫找出共犯。此刻，黎央、加赖和阿紫正赶往警局，真相即将揭晓。被命运玩弄着的他们，走到了最黑暗的时候。大辉找到了藤井，问他有没有偷偷见过阿紫。藤井没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淡定地抛出一个震惊的消息：15年前那晚渡边的事故，其实你也在现场吧？藤井始终认为年迈体弱的篱笆不可能单独将现场处理得那么完美，肯定还有同伙。就在这时，渡边案的相关人物林子走进了酒馆，将自己15年前缺乏勇气的证言透露给了大辉。那晚，其他人睡得东歪西倒，只有林子因为渴了下楼。他真的听到了篱笆和别人的谈话。那时候黎央昏迷了，年幼的小优也帮不上忙。大辉因为没参加庆功宴而去妹妹婚礼，成了头号嫌疑犯。他赶忙否认这种猜测，但藤井就是不信他。两人之间的关系立刻紧张起来。一直没说话的林子突然透露了个重要线索，他之前偷偷捡起了地上的药瓶，药瓶上可能有共犯的指纹。林子一说出来，大辉和藤井两人眼睛直放光。
如果能找到指纹，所有疑团都能迎刃而解。与此同时，刚从警局回来的黎央开始设法挽救公司的困境。商议过后，他决定豁出去，完全消除大家对真田集团的疑虑。第二天一早，黎央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后藤。此刻的后藤还在为搞砸公司事情自责，显得心灰意冷。黎央明白，在真田集团目前一片混乱的状况下，后藤的才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坚定地对他说：“请帮帮我，我需要你。”听了黎央的话，后藤那暗淡的眼睛终于重新点燃了斗志的火花。随后，黎央又去找了他的哥哥阿正。我把和后藤家赖商量好的计划跟他说了，黎央绝不会放弃那个研发多年的新药，但如果真田集团的声誉还在下滑，不单是开发新药的部门，整个公司都得垮。此时唯一的出路是，黎央、阿紫、阿正还有后藤等创始人和股东都要退出社长和管理层，让外部人士来接管公司。在公众眼里，只有剪除像肿瘤一样的真田家，真田集团的新药才会被信任。阿正不想轻易放弃母亲的成果，但他也明白现在别无选择，无奈地答应了黎央的计划。那个晚上，黎央、小优和加赖三人难得聚在一起吃饭。最近发生了很多令人头疼的事，一刻的温馨让黎央感觉特别温暖。与此同时，大辉和林子一起回老家时拿了个有指纹的药瓶，偷偷让尤一检查一下指纹。尤一也把手头的阿菊案线索告诉大辉，看警方分析的死亡时间，所有人里就阿紫没不在场证明，但警方没有确凿证据，只能用贪污罪把阿紫关在监狱。第二天早晨，黎央和阿正开了个记者会，宣布退出真田集团高层，以后我会作为普通职员在公司工作。幸亏新经营团队努力不懈，真田集团的股价很快恢复了原状，黎央开发的新药也顺利通过了审批。晚上得知，无论用什么方法，药瓶上都提取不到有效指纹，原本看似有用的线索又断了。更糟的是，侦查一科的前局长金田利用从大辉那里得来的真田家信息顺利升职，已经不再接手这一系列案件。如果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杜爸和阿菊的案件可能就会被判定为意外。这些挫折并未让大辉失落，哪怕最终只剩他们三人仍在努力，他们依旧要挖掘真相，结束这场延续15年的悲剧，让受害者重新找回幸福。1年后，尤一抓到了金田的猫腻，迫使他把大辉调回搜查一科。阿菊忌日那天，大辉在事发的遇到了来献花的阿菊妈妈。聊天中，他提到阿菊曾因重度心理问题更换过精神类药物。大辉马上觉得这个线索可能关联案件，急忙询问了自己熟悉的法医。法医说，阿菊换的药可能导致恶性症候群，引起神志不清和发烧等反应。就在这时候，大辉感觉就像被雷劈了一样，心惊胆战。如果那天阿菊发烧了，那警方推测的死亡时间就完全不成立了。意识到这一点后，大辉和尤一重新算了死亡时间，发现还有一人没不在场证明，那就是真田集团的顶级律师加赖。与此同时，黎央开发的新药终于经过1年审查批准上市了。黎央多年努力终于有了成果，欣喜之余，黎央首先想把这个喜讯告诉加赖，因为一路上加赖帮他最多。可是平日秒回他电话的加赖这次却在通话中。这时加赖正在跟大辉打交道，大辉听到电话另一头的广播声，知道加赖在某商场，立马带着尤一等人前往商场包围。加赖仿佛预知未来，巧妙地避开了警察的搜查，还给黎央买了一本漂亮的红色笔记本，请柜台帮忙打包寄到真田集团。大辉在电话中不断追问相关事件的细节。你15年前渡边案发生时在不在现场？你跟杜爸有过什么往来吗？阿菊去世那天你见过他吗？加赖像是铁壁一般，完全不露声色，毫无慌乱和不安，但他的头脑中却一遍又一遍地重播那些阴暗痛苦的记忆。就在15年前的那个台风之夜，黎爸一出门就是去找加赖商量送黎央去东京读书的事。两人正说着话，黎爸突然接到小优的紧急电话，担心不已的加赖跟着黎爸一起回家，发现渡边已无呼吸，黎央则昏迷不醒。加赖想要立刻报警，但被黎爸阻止了。黎爸知道少年法或许能保护小优和黎央，但公众的看法却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他不想让两个孩子总被人议论纷纷。这一幕让加赖被黎爸激发的强大力量震撼。孤独的加赖尤其向往家庭温暖，因此决定支持这个被恶魔打扰的家。黎爸去世后，他便主动照顾黎央和小优，保护这对兄妹。黎央的新药快完成时，害人的杜爸又出现了。为了查清过去的真相，杜爸在加赖面前咆哮，想向警方举报小优和黎央。多年找子无果，杜爸几近疯狂，竟认为渡边毫无过错，全怪那些女人诱惑他心爱的儿子，毁了渡边的前途。当加赖想到许多家庭因渡边破碎，而他父亲又来扰乱黎央好不容易得到的安宁，一时心迷乱，争吵起来。
加赖西装口袋的钢笔，跟着杜爸一同沉没在冷冽的池水里。画面切换，阿菊出现在加赖面前，坚决要曝光真田集团的不法行为。加赖请求阿菊等到黎阳开发的新药通过审批再爆料，甚至跪下恳求他。可此刻因药物作用，阿菊情绪失控，一不小心滑倒了。加赖本能救阿菊的，但他担心黎阳和小优的生活将受到影响，因此决定离开。通话的最后，大辉愤怒地问加赖为什么非得越过界限。加赖淡定回答：世上有些事，法律无法保护，我已深陷泥潭，不打算回到他们身边了。黎阳和小优的未来就托付给你了。挂断电话后，真田集团的顶级律师加赖仿佛从人间消失了。此时黎阳的办公桌上竟放着一封辞职信，对一切毫无所知的他还在幻想着美好未来的生活。新药后来在全球大获成功，小优考上了知名大学，一切都按黎阳的愿望发展，只是加赖不再在他身边。这期间，聪明的黎阳从大辉的态度中察觉到了真相，心里默默立誓，如果能再遇见加赖，他一定会像加赖曾帮助他那样去支持他。但警方最终未能确证加赖是罪犯，也追踪不到加赖的下落，案件仍然草草收场，以省略号结束。又逢冬日，大辉陪黎阳回乡下探望黎爸的坟墓，二人手紧握着手，牢牢把握这份不易的幸福。全剧终，随着大结局的展开，连环案件背后的真凶加赖终于现身了。各位侦探，你们猜中了吗？欢迎猜中的侦探在评论区报道。此外，剧中每位角色都体现了主题，都为最爱的人不惜一切的付出，尤其是加赖，他原本只是个帮手，但为了承担保护黎阳姐弟替黎爸的责任，坚决地站到了法律的另一边。正如他自己说的，世界上有些事情无法由法律保护。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